宇宙本身就是一个程序，它有自己的运行秩序，生生不息，井然有序。何为天道？宇宙规律就是天道。何为神？符合规律的人就是神。人有2次生命的诞生，一次是你肉体的出生，一次是你灵魂觉醒。当你觉醒时，你将不再寻找爱，而是成为爱，创造爱。当你觉醒时，你才真实的、真正的活着。首先和大家聊一聊宇宙的5大法则。The Five Laws 是出自一本叫限制大师的书。The Master of Limitation 是一位名叫巴萨的高维存在通过通灵传讯带来的信息。虽然这些信息是来自高维通灵的传导，但你会发现它们其实正在你我的生活中不断地上演。其实我们所处的实相会因为我们的信念而改变，但有些东西是永恒不变的，那就是书中所说的宇宙5大法则。哪怕我们转换到另一个平行宇宙，甚至是另一个星球，这些法则都适用，因为它们并不是人为设定的规则，而是由原初造物主所建立的，是宇宙最根本的本质。也是因为宇宙的本质就是光与爱，这些法则也都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它们的目的是让宇宙可以持续运作，不断进化，也让每个灵魂最终都能回归自己最圆满的状态。第1条法则，你存在。我们从3维世界的角度看，生命似乎有一个开始，也有个结束，好像出生是起点，死亡是终点。但事实的真相是，灵魂是永恒不灭的，你的生命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在深层的禅定中，当意识脱离了肉身，我们依然清晰地觉知到我在。这种存在超越了身体，也超越了时间，所以哪怕肉身不在了，那个始终觉知着、观察着、经历着的那一切的你依然在。你不会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消失。从哲学的角度说，只要存在过的东西就不会停止存在。从爱因斯坦的角度说，能量不灭，所有物质都是由能量构成，所以即使形式转换了，本质也还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造物主的一部分，宇宙中所有的生命体都是从造物主的意识分裂出来的，就像细胞分裂一样，但本质是同一个。所以佛家才会说，佛性本自具足，不是你要努力变好才拥有佛性，而是你本来就拥有，只是暂时忘了。你看刚出生的婴儿总是那么的纯洁干净，没有防备，那是因为他的神性还没有被遮蔽，只是我们长大后慢慢被社会灌输、评价、定义，于是忘了自己是谁。佛陀说，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你不需要成为别人，你本自圆满，只是暂时遗忘了自己。修行不是去改变什么，而是慢慢地记起你原本是谁。我们的灵魂是永恒的，意识也是，而我们所经历的现实是意识为自己创造的体验，体验不会停止，只要灵魂存在，你就会继续体验，继续选择，
继续创造。所以第一条法则就在告诉你，你是存在的，你必须相信你是真实存在的，你的灵魂才会真正开始觉醒。哪怕你说一切都是幻想，但说出这句话的你是真实存在的那个意识。当一个人说我不想活了，其实就已经说明了说出这句话的那个我还在。情绪可能很深，痛苦可能很重，但能够观察到这些，表达这些的是那份妩媚的觉知。那个意识，不管你经历了什么，永远在。你不是情绪，不是身份，你是那个能觉知一切存在的本身。第二条法则，一切都发生在当下，一切都在当下发生。其实我们以为时间只是意识投射出来的一种幻觉，你以为过去存在是因为你现在想它，你以为未来存在因为你在担心它，但其实不论你是在回忆、期待还是焦虑，它们都发生在现在。我们通常都会将时间理解为线性的，像一条路从 A 点走到 B 点，但实际上时间像是一幅动画，由无数个静态画面快速地切换，形成流动的错觉。所以你回忆童年的时候，不是穿越了时空，而是你的意识在这一刻跳转到了另一个频率带，在那里那段经历依然在运行。佛说，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过去已逝，未来未至，唯一真实可触的只有这一刻。安心当下就是觉悟的起点。你有没有留意过，很多时候一整天你人在这里，心却一直在飘着，像是你明明在吃饭，脑子却在焦虑明天的工作或者任务。明明你在听人说话，心里却想着昨天发生过的尴尬。这个时候你不在当下，能量被撕裂了，身体很累，心也空。但当你只是停下来好好呼吸一次，哪怕只有几秒钟，你就回到了真实的宇宙入口。第三条法则，你不是独立的个体，你是整体的一部分，而整体也存在于你之中。宇宙中的一切都是连结的，看起来分离的物体和生命其实都是同一个意识的不同表达。就像巴夏说的，宇宙中所有看得见的物质其实都来自于同一个粒子，也就是源头造物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高频率的意识状态中，已经没有自我与他人的分别，所有人都在为整体而努力。因为真正理解的人知道，我们本来就是一体的，就像圣经说的爱人如己，佛家也有相似的观点。这句话其实是真理层面的描述，而不是道德口号。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地球上的人类之间，人与动物之间，甚至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就像是一个人用自己的左手去掐自己的右手。你也许一开始觉得是在攻击别人赢得胜利，但最后痛苦一定会回到自己身上，因为你攻击的从来不是别人，而是你在这个整体中的另一个面向。同样的，当人类任意地破坏大自然，伤害动物，这些破坏不会就此消失，它们会在气候、自然灾害、疾病、
能量层面反弹，最终也是由我们人类来承担。佛陀讲缘起缘落，就是一切众生之间本就没有分开，所以伤人者伤己不仅是比喻，而是真实。这个法则在地球上被称为因果业力或者是吸引力法则，但它背后的原理其实是非常简单的物理。我们所看到的物质世界都是自己意识的投射，所以物质世界就像是一面镜子，其实反映着我们的内心。第4条法则，你发出的频率就是你收到的现实。宇宙没有在判断你，它只是在回应你。你现在的状态就是你正在震动的频道，而你将会吸引来的就是跟这个频道互相匹配的现实。简单来说，不是你吸引了什么，而是你成为什么就会对上什么。不是你嘴里说你要幸福就会幸福，而是你散发出来的感觉是幸福的、信任的、接纳的，你才会真正经历到那样的生活版本。比如说，嘴上说我想遇到好的人，但你内心很缺爱，很不安，害怕被抛弃，那你会遇到人也会跟你内在的频率互相吸引，过来考验你，重复你的恐惧，拉你回老剧本。这就是心口不一的后果。你嘴上说着我要遇到一个好男人、好女人，但你心里散发的是怕遇不到好人，恐惧频率就自然对不上你想要的那个现实，而宇宙也只能回应你真正发出去的那个频率。你获得的也是你内心所创造出来的那个不怎么如意的现实。再比如说，有些人嘴上说我要成为富婆，我要很有钱了，但你内心在想，不可能的，我也不配啊，这些都跟我无关。那你发送出来的震动其实是匮乏的、抗拒的、自我否定的。在这样的频率下，丰盛当然不会走向你，因为你压根没有准备好去接住它。频率不是靠嘴说，而是你整个人的感觉、信念的状态。你正在体验的现实，就是你内在的境界。佛说万法唯心造，一切外在的境界其实都是内心的映射。你心里有愤怒，世界处处是让你生气的人；你内在有慈悲，你遇见的也都是温和的人事物。世界就像一面镜子，你是谁它就照见谁。所以日常生活中，当你内心很平静，对一切都很感恩时，事情就顺了，人也温柔了，连马路都通畅了。当你心情烦躁、怀疑人生时，所有人都过来惹你，甚至你连你工作的电脑都会出问题。这并不是巧合，而是你正在用震动创造现实。这就是所谓的因果业力、吸引力法则。它不是奖惩，而是宇宙的能量平衡系统。不是谁在惩罚你，而是你自己在回收发送出去的能量。所以平时在生活中，我们应该要多觉察自己的起心动念，心正路也就顺，日子也能越来越如意。第5条法则，一切都在变化，你不是静止的个体，你是不断流动的意识，你每一秒都在经历版本的切换。我们通常以为我们的人生是一条线的，
但其实我们每一秒都在穿越不同的平行时空。每当你做出一个决定，改变一个信念，切换一种情绪，你就已经跳到了另一个频率的版本里。就像动画片其实是由一帧一帧静态的画面快速地播放而成的，我们所谓的线性时间其实是每一秒几百万个版本之间的滑动选择。你不是在慢慢地改变，你是不断地在跳频，切换频道。佛说诸行无常，不是让你悲观恐惧变化，而是提醒你一切都在变动，连痛苦也不会永恒，没有任何状态是固定不变的。你此刻的情绪、命运、困境，它都不是终点，你每一刻都有机会重新出发，成为全新的你。比如说，一个长期上夜班的人，决定从今天开始辞掉夜班的工作，去寻找一份规律的白天班。他就在这一刻切换进了一个全新的现实版本，而在那个版本里，他拥有白天的阳光、正常的作息和健康的身体与生活节奏。换句话说，他不是变好了，而是变了。他选择了另一个自己的人生轨迹。你的人生随时可以切换轨道，只要你有觉察并选择转身。这5条宇宙法则其实都在说一件事：你并不是来这里被安排好的人生剧本，你是来这里体验、选择、创造的。你不是这个情绪，也不是那些过去，你是那个正在觉知一切的意识。你本来就在，你从未缺席，你始终在当下，你从未分离，你在震动，在回应，在变化。这5条法则不会改变，但你可以在这5条法则中自由地成为任何一个你想要成为的自己。每一秒你都是在选择，每一念你都在跳频。你不是在等待觉醒，你已经在路上。佛陀说，众生本具佛性，觉悟只是回家的过程。你不需要去找到答案，你只需要回来，回到自己。01，接受你所期望的现实。一台收音机并不会创造你想听的节目，它仅仅是需要接受一个早已存在的节目，作用只是去协同频率，而让它变成一个有效的接受者。它的作用在于与节目频率同步，从而让它能够有效接收到对应的内容，形成与节目相似的震动。同样的，你不需要创造一个你期望的现实，因为它早已经存在了，包含了无穷无限可能性的现实，全部同时存在。你所要做的全部工作，就是把你自己变成一个可靠的天线，以便于和那波动频率相似相吻合。你可以接收到那个现实，这会带给你一个生理上的真实。首先，你必须是那个振动频率，然后你将自动收到那个现实。你必须把那个你喜欢的现实认同为正存在于现在当下，然后你将会在你外在现实中逐步地触摸到它，感知到它。举例来说，展望和假想你自己正生活在一个拥有很棒的个人财务和健康身体的人生里，那么你随后要去实际的行动，把你所展望的那个状态，按照那态度去活出来，一步一个脚印的，
积极地营造身体和财物的安康与幸福。一台收音机使用一个频道调谐器来选择和接收任何一个特定的电台，因为全部节目是同时的存在于收音机的周围。同样的，这里有无限无穷可能的现实可以被我们接收，并体验任一瞬间。在所有我们期望体验的前景中，我们如何拉出那个最突出的？答案是通过信念去选择并接收特定的现实版本。当我们以100%的确信去相信，无需思考就能确认它就是这样，我们就完成了选择与接收。以下是物理现实以及它的运作。就像一台收音机必须首先将自身的振荡频率锁定在一个特定的波动范围，以便从所有正在同时存在的广播之中接受一个特定的广播，这一切都发生在频率相同的振动上。每一个信念都会让你振动在一组独一无二的频率上，随后这些频率会吸引并与相同频率的全息场发生和谐共振。换句话说，在背景环境之上，宇宙矩阵中存在着无限潜在的全息场，所有无限可能的事实版本都同时存在。这些全息场及其对应的符号和印记会与信念的频率产生共振，从而被拉出这片庞大的全息矩阵，被你接收并转化为你当下的表面物理体验。于是你便将其感知为所谓的真实，也就是你理解中的客观现实。所以每一个信念其实都是一组独特的振动频率，它像一个模板，决定了你会从宇宙矩阵中拉出哪个全息场景进入你的体验。我们所相信的以及我们对它就是如此的全部信赖，构成了我们接收的特定现实版本的序列。正是这些无条件的信赖，或者说那种确定的知道，推动了物理现实的生成与展开。没有信念，我们既不会创造任何现实，也无法存在。在任何一个当下，我们总是在相信着某些东西。你的现实的所有潜在版本其实早已存在，并且此刻都同时在这里，就在你眼前，就在此时此地。然而几乎所有的潜在版本对我们来说都是隐匿无形的，它们从潜在转为可见，仅仅依靠的是我们对信念的调谐，使其能够与某一个特定的版本产生和谐共鸣。由于时间只是你自身的错觉，并不真实存在，所以你曾经渴望达到或成为的一切，其实你早已达到，早已成为。若这些事物仍然对你隐匿，未曾进入你的体验，那只是因为你的信念尚未让你的振动进入那个特定的模式，而这些版本始终同时存在。你本身就包含着一切，所有潜在的版本此刻都并存于这里，以各种可见与不可见的形式存在，完全取决于你的信念与哪个版本对接。你所看见的并作为客观体验的现实，仅仅反映了你所处的振动模式，而你在每一个当下的信念决定了你会落在哪一种振动模式之中。所有的一切本质上都是一个由无数全息片段构成的全息图，在全息图中
每一个部分都包含着整体的全部信息。宇宙是一个有组织的全息体，而你本身就是全息的。你的现实实相的每个潜在可能性的版本，也同样是全息。你的内在包含着一切潜在的全部可能性的现实实相版本，所有全息影像现实版本都在你内。从所有这些无穷无尽、无限的可能性之中，你通过你的信念、想象、情感和知觉感受，拣选了你所亲身体验的现实实相版本。你的想象与想象力，其实就是你在无限潜在的全息场中的存档。你曾经经历过的一切，未曾经历过的一切，甚至你以为无法想象的，凡是你能想象的，其实都是你早已体验过的，因为你拥有无数次生命体验。从这个潜在的存档中，你所设想的版本，无论是信念还是想象所聚焦的，就是你在当下选择并正在经历的现实版本。随后你通过你的知觉和情感看法和态度，触发并激活这个被选择的现实版本。越强烈的情感和知觉，你就更加强烈地使得这个版本具有有效的活力和能量，并且因此就会更迅速地在你的可感知到的现实实相里彰显。积极而肯定的情感与态度会触发你所渴望、希望和要求的那些积极的现实版本。相反，消极的情感与态度则会触发那些消极的、非你所愿、不喜欢、不想要的版本。你所恐惧、害怕、担忧和焦虑的事物，最终也会成为你体验的结果。你的观念和信念决定了你会想象和设想什么，并进一步激活你的情感、知觉和态度。而那些与你的信念相连，并带有最强烈情绪能量的版本，就是你所激活并最终体验到的现实版本。一个相似的比喻是，当你的电脑屏幕上出现一些选项时，你所要做的只是从中点击选择一个。此时，你的所有想法就像屏幕上的全部选项，而当你移动鼠标指向你最渴望的选项时，就好比你把思维聚焦在某一个特定的现实版本上。接着，当你点击那个选项时，就像你通过情感与情绪去激活了这个版本。误解、看到才相信，我们以为感知决定了信念，真相，相信才会看到，实际上信念决定了感知。因此，在你真正开始相信它是真实之前，不要期待它出现，唯有先相信它已经存在，你才会相应地感受到它。你的信念系统决定了你所觉察到的现实，也决定了你对现实的感知方式。接着你会立刻且自动的，通常也是无意识的，对所感知的现实和观念进行解释。换句话说，你会随意的分派意义，建立关联、投射、延伸，并附加上一种翻译、说明或演绎，把它映射到你所感知的现实之中。然后你会对这个经过你解释和演绎的现实
产生相应的情感和情绪反应。4. 在此之后，你会基于这种带有解释和情绪色彩的现实，进一步展开思考。5. 最后，在情感与思考的驱动下，你采取行动。就像看电视时，如果正在播出的节目让你感到不快，你并不需要费力去改变或修正那个节目，你只需要简单地切换到另一个你喜欢的频道即可。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正在经历的现实让你感到不快，你并不需要去改变或修正它，你只需选择另一个已经存在的现实版本，并通过调整自己与那个版本的频率同步，就能开始体验它。你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去接收它，就像选择频道一样，你只需切换到自己喜欢的频道，然后在生活中观赏并体验它。02. 要改变外在，仅需要改变内在。这件事的实现其实非常简单，人们并不需要创造自己的现实，而只是去选择和允许它进入。打个比方，一台电视机并不会创造它所播放的节目，它只是选择了频道并允许节目显示出来。同样，一台收音机也不会创造广播节目，它只是选择并接收。当你认清这一点，就会感到轻松和自在。你无需去创造你想要的现实版本，因为它们早已存在。你所需要做的只是去选择，并允许它进入你的体验。所有潜在的现实版本都已经存在，造物主是无限的，它们全都在当下以不同的并行现实路径同时展开。所以，你所要做的全部就是选择和允许。03. 你今生最大的任务就是成为自己，活出自己。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当我们不快乐时，我们既不想加入别人的快乐，也不允许别人是如此的快乐。当我们单身时，我们就觉得别人的恩爱是一件刺眼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幸福，我们就会诅咒看起来非常幸福的人。我们总能从上面发现不完美的地方，然后紧盯着不放。当我们内在有限制，我们就不允许别人自由；当我们内心有评判，我们就不允许别人自在。当我们没有成为自己，没能活出真正的自己，我们也就不允许别人成为真正的自己。比如，你在一个有着重男轻女观念的家庭中长大，从小你就被教育，作为女人是不好的，是不幸的，女人没有男人好，女人就应该付出，受苦。那么当你生了女儿，也会这样教育女儿，让她受同样的苦，或者更多苦。你会不允许女儿享受身为女人的快乐与自由，或者如果你小时候经常因为出去玩挨打，长大后你也会不允许孩子出去玩，你同样会打他，因为你被这样对待了，你也会这样对待别人。如果我们没能成为自己，后果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带着满身的枷锁，制约、限制、抵抗，我们会将这些问题投射到所有人、事物上。我们不允许超出我们观念的人、事物存在。
我们会不停地批判，不停地去控制。我们今生最大的任务就是成为自己，活出自己，这是我们能为这个世界做的最大的贡献，也是最棒的事情。只有当你成为你自己，你真正的自由、快乐、幸福了，你才能允许别人自由、快乐、幸福。一个成为自己、活出自己的人，内在充满了允许和自由、快乐与和谐。他会允许一切事物在身边自如地发生，因为他始终安住在自己里面，无比幸福。如何成为真正的自己？当你开始觉察，你就能打破束缚。我是谁？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但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它到底有多简单。观察你与人们以及与情境互动的方式，不要抗拒与响应。当你熟悉了这个过程，你就越来越能够觉察自己的念头、意见与判断，然后与他们保持距离，并且在每一种情境下都能维持平静。当你能够观察，而不将任何情境贴上好或坏的标签的时候，你就能将自己自由释放。我们本身就是完美的，然而念头、信念、意见与判断是不完美的。这些干扰与局限我们的程序与记忆，就在生活中的每时每刻，它们通过社会与我们的经验输进我们的意识里。当我们开始觉察到自己并不只是记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开始观察，并且渐渐地不再被限制和结果所捆绑，回归到最初的完美状态。不幸的是，我们最普遍的运作方式就是完全无察觉地认定，我就是记忆，我就是他们说的这样，我就是如此糟糕，我无法改变。我们根据外在的环境、家庭教育变成了某个样子，并相信这就是我们的原貌，结果我们就任由自己所接受的教育、环境与外在的因素来定义我们的认知，成为了一个面目全非的自己，甚至丢掉了自己。学会真正的欣赏自己。当你开始欣赏自己，所有的美好都会回到你的身上。为了发现自己和神性内在平静的连接，我们需要回归实相，并且心领神会地知道我们已经拥有了一切。这也将让我们成为自己，并开始存在于信任与灵感之中。在此，所有完美的时刻都会回归到我们身上，无一例外的。当你停止按照自己所处的外在环境来定义自己时，你将接收到更多自己无法想象的东西。一旦你恢复到自己真正的本质，开始欣赏自己，人们也就更能欣赏你。人们将透过你的爱而认识你，并且尊重你与你的自信。他们对你的认可与你的学历或你所拥有的东西都毫无关系，就仅仅与你本身有关。这项方法既简单又顺理成章。一旦你开始释放自己，你将注意到自己不需要对人们说太多话，他们就已经开始好奇地向你探寻你究竟对自己做了什么。你看起来有些不一样，好像年轻多了。当你成为自己，你才会允许别人。玛丽安娜·威廉森曾说，
我们最深的恐惧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匮乏，相反的，我们的最深的恐惧存在是因为我们无比强大，不是我们的黑暗，而是那个光明让我们感到害怕至极。我们常自问，我怎么可能是聪明、优雅、英明与伟大的呢？事实上，我们为什么不是呢？你正是上天的孩子，是你把自己贬低了，这样会让你无法在人间有所贡献。如果只为了让别人在你身边感到安全些，所以就让自己萎缩变小，这样想实在是太愚昧了。我们生来就是要彰显上天的荣耀的，而这荣耀正在我们里面，这不只在部分人里面，而是每个人都有。当我们让自己内在的光亮闪耀，我们就会不假思索地允许别人也这么做。当我们从自我的恐惧中被解放出来，我们的出现也会同时解放了其他人。当你成为你自己之后，你享受了内在的自由、幸福、和谐，你就会允许别人也成为他们自己。4. 学会为自己清零。一开始或许有些困难，但一旦你有了觉察的经验，也就是回到了零的状态，没有意见、判断与期待，你就会想要经常回到那个状态，哪怕只是灵光一现。当你越是经常练习，就越容易保持觉察。当下一个记忆又开始播放，它会迫使你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觉察。正因为如此，你必须给自己下一个机会，继续练习觉察并做你自己。渐渐的，你就会觉得自己像小孩般的自由，只观察与赞叹着生命的奥妙。到了一定阶段，相较于毫无觉察的状态，反倒是保持觉察状态与做自己变得更容易一点。一旦你开始练习，你的身心就会记住那种感觉，这种感觉也会常来找你，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放掉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你就时时刻刻都能到达宁静与喜乐的状态了。记住，你正在追求的安全感与快乐，并不存在于你所拥有的那些物质、学历与关系中，它比你想象的那些都要来得更加容易。绝对没有外在的东西能够让你变得更完整与完美。任何你现在认为必要且可以向外求的东西，都只能让你感到短暂的兴奋。这只是一种依附关系，迟早都会消失，或者让你对它们渐渐失去兴趣，而且你可能还会因此受伤。让自己自由，相信你已经拥有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再也不需要其他东西了。放下并且允许内在最了解你的那个部分去指引与保护你，回归到完美的你，你将会发现上天的所在，以及你所需要的每一件事物。它们都在哪里呢？就在你的内在。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我相信自己已经拥有所需要的一切。世界是由你的心创建出来的，你内在有什么，你就会创造出什么。一切的拥有源于相信，请相信会越来越好。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
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